办公室大门忽然被人撬开，虚掩着，屋里一片狼藉。梅普惊恐地跑上阁楼，却发现屋里空无一人，一阵不祥之感涌上心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乱世微光》的第3集和第4集。为了让藏匿的生活不要太单调，梅普为大家带来了一些书打发时间。所有人都很喜欢这个礼物。玛格非常感兴趣一本关于性的书，却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。女孩为此与母亲争吵不已。公司门前来了一个声称认识弗兰克的陌生人，在得知弗兰克一家搬去瑞士后，依然穷追不舍地向梅普要地址。他声称自己和弗兰克约好了见面，梅普直接回绝了他。可几天后，这个人又来了公司，表明身份自己是荷兰的纳粹党。他再次询问弗兰克的去向，却没有一个人开口。于是恼羞成怒地记下了在场每个人的名字。梅普紧张地把此事告诉弗兰克。在梅普的追问下，弗兰克坦言自己曾因为发表反纳粹的言论被人举报，而这封举报信被一个名叫托尼的人阻拦了下来。此人拿着这封信不断地向自己勒索钱财，而现在他失去了提款机，肯定会穷追不舍。梅普安慰弗兰克，自己不会让此人得逞。被党卫军送回来的2个孩子让梅普和杨体验了一把当父母的忙碌，2个孩子也很快爱上了这对夫妻。但是留在这里始终不是长久之计，德国兵迟早会搜查到这里。如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点，成为2人的心病。杨向上司询问可以收留孩子的隐藏处，上司给他一个联系地址。杨按照地点找到一个同性恋酒吧，联系人很警惕，2人还没开始深入聊就被突发事件打断了。一家犹太人被抓走了，临走时他们在柜子里留下了一份很重要的资料。杨的社工身份让他有理由进入这个房间，拿走资料而不被怀疑，然后把资料送到公园里交给一个接头人，而交换条件就是对方可以帮助藏匿2个孩子。杨不得已接下了任务。当他来到那所公寓，回收家具物品的车辆已经在楼下准备，必须加速行动。杨顺利地进入了房间，当他拉开柜子，里面的重要资料竟然是一个婴儿。杨迅速抱起婴儿，机敏地躲过了搬运工，从后门离开，却迎面碰上了一个德国兵。孩子忽然大哭起来。这个年轻的军人打量着杨，然后开口借了一个火。杨长舒一口气，借完火顺利地离开了。梅普在市集上推销公司的产品，很有销售能力。老板的合伙人克莱曼先生也在。梅普试探性地问是否有地方能收养犹太儿童。克莱曼先生婉转地告诉他，不能再往弗兰克藏身之处加入更多人了，人越多越容易暴露，害人害己。收摊时，梅普碰到了这对失去父母的孩子，他们在舅舅的带领下来市集玩。孩子天真无邪的样子让梅普想起自己被领养时，哥哥们开心地接纳了自己，从此兄妹情深的情景。于是打算向养父母提出收养2个孩子的事儿，却不想在家碰到了哥哥。哥哥告诉梅普，自己的同性恋朋友被抓了，自己也被列为坏人，随时可能被抓走。梅普只能把孩子的事暂时放下，开始安慰哥哥。没想到哥哥反而觉得梅普有事隐瞒了自己，最终梅普只能在哥哥失望的眼神中离开。杨回到家时，梅普已经带着2个孩子睡着了。惊醒的梅普告诉丈夫，自己想尽了办法，却无功而返。丈夫安慰道，自己已经给孩子们找到了栖身之所。夫妻俩开心不已。第2天，他们说服了房东太太把孩子送走，并给孩子染了头发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姥姥紧紧地抱住外孙女，嘱咐他们无论如何要活下来，保全性命胜过一切教条和习惯，而且永远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。短暂的告别后，2人带着孩子坐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汽车，来到约定地点。接头人是2个，2个孩子将被分开领养，这让梅普无法接受。最终在杨的劝说下，孩子将被带走。临走前，梅普告诉2个孩子，他们一定会安全的，就像自己当初被领养一样。礼物节到了，
梅普在礼物店挑了几个礼物，却发现没带够钱。当他来到办公室，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。大门被撬开，虚掩着，屋里一片狼藉。他跑上阁楼，却发现阁楼里空无一人。最终，他在楼顶的储物间里发现了众人。原来夜里有人闯入办公室，翻箱倒柜后，曾试图打开通往阁楼的门，最终因为打不开而放弃了。这扇通往阁楼的门成了一个安全漏洞。牙医忽然提出要离开这个并不安全的藏身地，在众人的反对声中，勉为其难地留了下来。更糟的是，这次失窃，公司的现金被洗劫一空。杨帮着梅普打扫办公室，事儿刚一做完，就说要去帮表弟的忙，并拒绝了梅普同去的要求，这让梅普心生疑窦。果然，杨改道去了一座教堂，这让偷偷尾随的梅普伤心不已。梅普扭头找到闺蜜泰斯，泰斯的母亲也得了癌症。两人同病相怜，互诉心事，如同少女时一般窝在一张床上。泰斯安慰她，还好杨只是钟情于耶稣，并提议办一次溜冰派对，以打消这些阴霾，而且送给梅普一个漂亮的蓝宝石蝴蝶项链，纪念两人从小的友谊。梅普非常喜欢这个项链，而且期待在溜冰派对上见到更多少女时的好友。杨则表示自己不想去参加什么派对，特别是在这种半个国家的人都在死亡边缘垂死挣扎之时，但梅普觉得自己必须要去散散心。其实杨来到教堂只是为了安慰一对与孩子分离的夫妻。杨为他们带来了孩子的照片，可是那个母亲坚持认为照片上不是自己的孩子，情绪变得更加激动。杨只能无功而返。牙医的未婚妻来找梅普，她有礼物，希望梅普转交给未婚夫。梅普趁机把他带到厨房，那里的烟道可以把声音传到阁楼。牙医透过传来的声音，听到了未婚妻对自己的爱和鼓励。这份礼物节的大礼让他甚为感动，打消了离开的念头。梅普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丈夫杨，杨决定效仿这个办法安抚教堂的夫妻。谁知道，当收养家庭把孩子带到教堂门口，站在塔顶遥望自己孩子的母亲瞬间崩溃了。她大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冲下楼，想要与儿子相认，还好在教堂大厅被神父拦了下来。通往阁楼的门被一个活动置物架完美遮住，大家再也不必为这扇门担心了。安妮邀请梅普参加阁楼的节日聚会，梅普表示自己有约会了，女孩们感到有些失望。弗兰克太太和范佩尔斯太太分别翻出自己压箱底的衣裙，给梅普打扮得艳惊四座。杨也决定陪着梅普去参加聚会，但梅普依然在对杨的欺骗生闷气，话里话外表达不满。聚会非常豪华，梅普惊讶于泰斯与自己的老友一个都没有来，全都是陌生人。杨在吧台要了一杯酒，泰斯的男友过来草草打了个招呼。杨注意到他们胸前的徽章和远处正在聊天的党卫军。梅普拿着溜冰鞋独自来到后院溜冰。正当他独自享受着溜冰的快乐时，杨焦虑地找到他，告诉他泰斯的男朋友是亲纳粹的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党成员，会场上的人都是纳粹。梅普愤怒地找到女友，当场就义愤填膺地指责她男朋友和纳粹做生意。杨赶紧拦住梅普，解释道那都是酒精惹的祸，暂时化解了危机。两人离开了聚会，来到了阁楼。安妮对梅普和杨的到来感到开心不已。在一支蜡烛的微弱光线下，范佩尔斯先生讲述着犹太人从古至今每一次对抗、屠杀、迫害的事迹，鼓励大家勇敢面对困境。在感恩的气氛下，大家一起分享简单的小吃。弗兰克先生注意到梅普的项链，他告诉梅普，这个项链是一个坚持信仰犹太教的标志，自己母亲那一辈的犹太妇女都佩戴它，以抵抗宗教迫害。项链初看是一个蝴蝶，合起来就是犹太大卫星标志。
梅普羞愧不已，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可信赖的人了。杨终于说出自己撒谎是因为参加了一个拯救犹太人的秘密组织，为了梅普的安全才连续撒谎。夫妻俩终于冰释前嫌。梅普来找好友泰斯，要求他离开这个男朋友。纳粹正在盗窃瓜分犹太人的财产，这个项链就是铁证，但被泰斯拒绝了，两人争吵了起来。泰斯最后向梅普下逐客令，临走时，梅普平静地告诉泰斯，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，在它结束后，人就得面对自己的良心。好的，剧情就介绍到这里。梅普这句警告让人如雷贯耳。任何战争、运动乃至暴政，都只是人类社会的一场阴霾。阴霾过后，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良心。那些借机毫无顾忌释放人性之恶的人，那些牺牲无数人的生命来建立自己宏图霸业的人，那些为了个人利益罔顾他人性命的人，注定要在自责和恶臭中腐烂。好的，感谢大家耐心观看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